社团教室门还开着，窗边对着几张乐谱，大家送副歌，重新开始。我又慢了半拍进入，手指一直追着节奏，越着急越容易弹错。旁边的人没有停下，只有我悄悄低着头。你从前面走到角落，伸手碰了一下节拍器，红色数字往下跳一个。你说这样听起来更整齐，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同，只有我忽然松了口气，因为那个新的速度刚好让我来得及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我终于没有落在后面了。你说慢一点比较好听，语气自然的像不是因为我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所有声音重新对上了。可我最在意的不是这首歌，是你怎么知道我插在哪一个拍子。第二次从开头排练，我慢慢跟上每个段落。你站在前面数着拍子，经过我时轻轻点了头。那个动作只有1秒，我却差点又弹错音。明明只是普通练习，整个下午忽然变得很紧。休息时有人走过去，想把速度调回原来。你先说先照这个练吧，这样比较不会太赶。我低头整理手里的谱，不敢让表情太明显。原来有人替你放慢一点，真的会记很多年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我终于敢把声音弹完整。你说大家都还没熟悉，不用急着一次就做到最好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却没有看我太久一眼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整个社团，为什么那一刻刚好先看向我这边？排练结束，大家离开，我最后收起自己的琴，节拍器还停在那个数字，没有人把它调回去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差一点想问你原因，可你只说下次就照这样，我也只好点点头而已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那天我第一次没有跟丢了。你说慢一点比较好听，我却偷偷觉得那句话不只在说歌。你把节拍器调慢了一个，成了我最舍不得忘的细节。也许你只是刚好注意到，也许你真的想陪我一起跟上。后来我已经能弹快了，却还记得那个速度。你只调慢了一个，我却记了很久。